我们傻逼的中国共产党跟傻逼中共又开始走向了另外一条不归路了，又是由于自身欲望的贪婪，很强大的贪婪的欲望无法抑制的躁动，不归路。不归路干嘛？从5年前开始，特别是近3年，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到所谓的新能源产业，就希望目前这个本身还缺陷很多，大量技术瓶颈都没得到解决，整个产业前景很模糊的新能源领域，能够成为中共在全世界树立自己牛逼地位的 logo， 让中国成为全世界未来新能源产业的代表国家，最大的龙头。我个人从我的角度估计，这个傻逼习近平的逻辑是什么？看茫茫世界你要跟人比他妈什么计算机、互联网的软件吗？人多的是牛逼的，你肯定没戏，平台都是国外的。你要跟人比硬件吗？什么芯片之类的，那就别凉了这个 CPU、GPU 你就更别提了，牛逼的国家多的是，也没戏中国。你要跟人比传统的汽车、轮船、飞机等等，牛逼的国家也多的是，中国都没戏。那怎么在这个老习上台后，能在他的伟大功绩让他显现，在我的带领下，中国成为什么什么很牛逼的领域呢？挂上 logo 研究吧。新能源。那么新能源搞大了就行，为什么一带一路肯定是垮了，没成 logo， 海南自由港也垮了，没成 logo。 那这伟大领袖这傻逼习近平还有什么能在世界上吹牛逼的呢？台湾现在又不能打，怎么办？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产业基地，这个能够让老习吹很长时间，牛逼的，中国可以做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5年前开始如果算疫情2年多这段时间拼了命的开始做这个东西，所以新能源就成为我们伟大领袖习近平下的一盘大棋。很多人说中国的大棋在哪儿？就这样的大棋。于是中国现在我们看得到，这2-3年内需也好，外贸出口也好，投资也好，全线的都开始重点向这个本身自己对前景还很迷茫的这个新能源产业转移，都在转移。全中国你看看这2年哪个省市地区不重点做什么储能太阳能风能不重点发展什么电动新能源汽车配套那就基本属于跟中央经济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本来因为房地产跟外贸的大衰退，就是投资已经捉襟见肘了捉襟见肘了，中国已经产能很过剩了，已经有无数血的教训了。结果呢，把剩下那点中国的资金流动性全砸到了这么一个完全不靠谱的新能源市场。然后呢，2年多咱们看一下中国俨然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产业国家，只是大张旗鼓的他妈放风筝放卫星红旗飘扬之后，把中国所有的资金流动性榨干之后，我们谁都看见了，他妈新能源产业就是个陷阱，没有任何希望。中国这么玩了命的干，导致结果就是这个产业不仅仅是在中国，甚至于在全世界都处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阶段了。对呀，中国疯狂的在国内在全世界推广新能源汽车，这些汽车大部分现在都在中间商手里，因为根本就消化不了这么多的车，更别说消化得了这么多的车用锂电池了。那现在这种滞销呢，我们看见这几个月数据已经开始严重滞销。随着国内政策下降和西方的制裁，新能源这种销售的热浪，只要没有疯狂的资金在这里支撑，减退以后，看看关联产业是不是全面临产业过剩的局面，所有底下产业链周边是不是全结不回来钱？这终端在哪儿呢？谁会买呀？那倒闭狂潮又要出现了。比这个电车、这个锂电等等
储能等等新能源产业更惨的太阳能。太阳能领域已经很多企业倒闭了，已经倒闭了啊！房子过剩制，咱们刚才讲过了，房地产过剩已经说了，我是说已经过了，你得总结经验呀。你就这么他妈点流动性了，经济这么着了，不又干这么一傻逼事儿？现在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性价比很低的太阳能发电啊！国家电网对太阳能发电做了严重的限购。所以这个产业等于没起来，在国内就已经开始处在衰退阶段了。至于早就被西方淘汰的风能，这个没有什么好的销售途径，因为西方不认，对吧？中国能骗一骗一个，你看这次海南就知道了，大量投资后，在中国国内都没有形成规模化产业。然后核能呢，这是新技术支撑的，在革命的前夕，对于技术很落后的中国，跟我说的落后是跟世界最先进的核能技术比，对吧？比如说可控核聚变这种比，中国早就被排出来了未来核能体系技术革命的这个队伍之外了。有人还跟我吹牛逼，中国核能捡什么法国？那是人家剩的技术，中国偷来的。中国哪有新的？新技术很简单，您给我造一个核动力的航母不就行了吗？核动力航母上一次材料够用一辈子的，而且不用烧开水就能够起步，多好啊！对，所以中国在核能市场中的前景十分渺茫。所以本来呢，中国就已经处在大萧条、大衰退的经济中，但今年开始，很抱歉，中国又增添了新的，由于海量的产能过剩而要倒闭大量的企业大量人员失业的这么一个领域，这么一个市场，就是新能源产业。对，新能源产业。那中共的这些核心领导人内心那种贪婪的欲望依靠新能源领导全世界，中国成为全世界新能源龙头这种东西注定是一个 daydream， 真的是这样。中共的政策从来如此因为在中共体系里就没有人懂得经济，不需要懂得经济，因为他只需要懂得政治的人才能在这个体系里生存。中共的口号咱们都知道从改革开放开始就叫摸着石头过河，所以现在中共年年月月天天都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新常态。摸着石头过河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解释就是什么？叫试错。对呀，你摸石头过河你不就试错吗？尝试错误。你也不知道河里哪个石头是什么样的属性，你也不知道石头滑不滑，你也不知道石头松不松，摸石头就可能死人的，试错的成本是很贵的，好吧？